乐姐姐的阅读时间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位住在小村庄里的老人，他的古玩店虽然小，但却充满了各种珍藏品。一天，老人走出店门，发现了一只不小心掉进陷阱的小狸猫。看到狸猫眼中的痛苦与无助，老人心中涌起了一阵怜悯。他轻轻地把狸猫抱了出来，并温柔地说：“小家伙，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当阳光照进古玩店时，狸猫出现在门口。狸猫抬头看着老人，用柔和的声音说道：“昨天真是谢谢您救了我。为了报答您，我想告诉您一个秘密。”狸猫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激和诚恳。狸猫继续说道：“邻村的寺庙里，住持正在寻找一只精美的茶釜。如果您愿意带我过去，我可以变成一只漂亮的茶釜，您就能卖掉它。”说完，狸猫轻轻一跃，翻了个跟头，立刻变成了一只闪闪发亮的黄金茶釜。老人看着眼前的茶釜，眼中满是惊讶和敬畏。带着狸猫变成的茶釜，老人来到了邻村的寺庙。住持见到这只精美的茶釜，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茶釜，赞叹道：“多么精美的茶釜啊！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茶具。”住持决定花大价钱买下茶釜。住持让小和尚带着茶釜去清洗。小和尚来到寺庙后的小河边，用力擦洗着茶釜。正当他哼着小调时，茶釜突然叫了起来：“轻点儿啊，小和尚，你把我的屁股擦疼了。”小和尚吓得手一抖，差点把茶釜掉进水里。他瞪大眼睛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茶釜竟然会说话！”他飞快地跑回寺庙，大喊着告诉住持。小和尚气喘吁吁地跑进寺庙，对住持说：“住持，茶釜它会说话。”住持皱起眉头，不相信地摇摇头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茶釜怎么可能会说话？”但看到小和尚脸上的惊恐，住持决定亲自去看看。住持对小和尚说：“既然你坚持茶釜会说话，那就去把水烧开。”小和尚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敢违背住持的命令。他把水倒进茶釜里，小心翼翼地放到火炉上。当火苗舔舐着茶釜的底部时，茶釜突然大叫起来：“烫！烫！我的屁股要着火了！”茶釜一边叫一边拼命地抖动，仿佛在挣扎住逃离火炉。茶釜用力一跳，从火炉上跃了下来，然后以惊人的速度逃出厨房。小和尚和住持愣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完全没想到，茶釜竟然能够自己逃跑。当天晚上，狸猫回到古玩店，对老人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的计划失败了，但我们还可以尝试别的方法。”老人看着狸猫，轻轻点头，表示愿意继续帮助他。狸猫建议，我们可以去镇上的集市表演走钢丝，这样一定能吸引很多人来看。老人同意了这个主意，于是第二天，他们一起去了集市，租了一个戏棚子。老人站在入口处，大声喊道：“
大家快来看，少见的狸猫走钢丝表演。狸猫灵活地走在钢丝上，一边拍打着鼓鼓的肚子，一边唱起歌来。围观的观众们拍手叫好，纷纷为狸猫的技艺感到惊奇。戏棚子里每天都人满为患。狸猫的表演大受欢迎，古玩店主因此赚了不少钱。老人每天都微笑着数着铜钱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满足。而狸猫也看着老人，开心地摇着尾巴。在狸猫的帮助下，老人终于摆脱了贫穷的生活。他们用赚来的钱建了一间温暖的新房子。从此，老人和狸猫过上了福祉的日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善良和帮助他人不仅能够带来意外的回报，还能让人们之间建立起真挚的友谊。小朋友们，如果我们能像故事中的老人一样，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，也许我们也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福祉。